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24，这里是交易休闲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那好，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目前看的是 Coinbase 基准4小时线的 K 线图。我们像上一期视频呢，没有做太多的操作，只是把移动止损位从91000多上调到93000附近啊，也就是长期上升通道的下沿这个位置，尤为关键啊。然后幸运的是，比特币继续向上啊，走到了104000附近。然后目前我们该怎么办呢？没什么可过度解读的啊，跟上期视频还是一样的，继续等待让利润继续奔跑。因为什么？上期我讲过，从最高点到回调调整最低点做一个斐波那契，已经超过 0.618 这一区间，而且站到了长期上升通道的下沿上方啊，在这期间也纠缠了很长时间。那成交量呢也是缩量，继续缩量，整体啊没有太多成交量。那么好，后市继续向上的概率还是远大于向下的概率啊，所以我们继续怎么样？还是挪动止损位，根据各自的持仓成本，然后各自想锁定利润的意愿去调整这个移动止损。然后没有开仓的朋友呢，现在不知道是在什么位置，比如说这个点跟这个点它现在是背离状态啊，但是泡菜指数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在哪儿？相对全球赌性最强的韩国朋友们，投资意愿还是比较低迷的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比特币往往还是怎么样，继续吓唬你，继续向上啊，不敢让你上车，但是它的价格呢继续推动的往上走，勾引你上车。这个是资本市场的常态啊，规律，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大部分好的行情都是缩量上行。那好，还有一个就是上期视频有网友留了一些言，我做一些回答啊。首先，这种毫无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奉承的话，就是运气啊。行情给你了，这就是运气，这个不是谦虚，但是你能锁定风险，锁定之前的大部分利润，把止损位移动止损也就是定准你的止盈位置，这个是实力啊。根据技术分析盘面去应对调整你的止损位，亏多少或者是已经盈利了，我锁定多少，这个是本事啊。还有他说现在做空胜算大，这种也毫无意义啊。胜算大拿什么逻辑推导出来的？什么根据？没根据的做交易就是赌博，没有意义，就是感觉。下边还有啊，直觉上跌的概率低，韭菜还没来，除非周日再来个黑天鹅。直觉你自己的一厢情愿啊，你的直觉，资本市场不是按照你的直觉走的啊。韭菜还没来，你我都是韭菜啊，除了主力庄家以外，剩下全是韭菜。除非周日再来个黑天鹅。这句话就是病句啊，在资本市场上它就是病句。为什么这么讲？好像这一局棋是你来操盘的，显然这不可能。周日来不来黑天鹅，这个是更大的，比比特币资本市场、加密货币资本市场更大的维度上、更高层次的人定的
黑天鹅，无论是军事、政治、大的经济事件，我们没办法量化，也没办法预判，所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啊。还有下边，如果每次都是一倍做空，每次做空时都有对等的现货在手里，这算交易吗？当然算交易。我之前的视频很多期都讲这个问题，我们是现货为主，合约为辅，然后现货长期看涨的时候，你的持仓比可能会高一些，然后走到一定程度，比如说从15600走到10万这一档比特币，然后你的现货部分止盈了，然后你是要继续加仓还是等？你感觉上短期可能会有一条回调，然后长期可能还是向上走，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少部分资金一定的杠杆去怎么样对冲掉这部分回调的风险可能。你现货持有着不出，然后这边合约一定的杠杆比例去做空，如果真要回调了，如你所愿，现货的阶段浮亏，通过你合约的杠杆做空，把这一部分浮亏赚回来，然后平仓掉继续做多，或者是加注现货，那是后话啊。所以说这也是一种交易的策略，完全算是交易。但如果你要是再说别的啊，它有可能怎么样赚这个佣金啊？你挂单交易是需要手续费的，但是如果你的佣金、交易费率这些你能做一些收益的话，也是可以的啊。这个稍微有那么一点复杂，所以我之前一直在强调，大部分小白散户他的盈利模式，资本市场上盈利模式只有低买高卖这一种盈利模式，但对庄家、机构以及大手有经验的老道的操盘手交易员来说，他的盈利模式是非常多的啊。小白轻松简单的一招鲜在哪儿？在哪个博主所谓的老韭菜或者是资深玩家那里学个一招一式的，就来跟主力这些人资本的大佬去对手盘，想赚你的那部分利润，想轻松的，那就是做梦啊，那就是白痴思维。所以说希望看我这个频道的朋友们能够怎么样安心的好好的去明白理解我一直在长期碎碎念的标准化交易到底是什么。标准化交易就是盈亏比，注重心法盈亏比技术分析，然后把风险控制好，剩下的交给市场运气了。那好，这一节就分享到这儿，希望大家交易顺利，多多赚钱。我们下期再见。